年过半百，你是不是也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无数次地痛恨过自己的软弱？在亲戚朋友面前，你总是那个掏心掏肺的烂好人。谁家有困难，你第一个伸手帮忙；大家聚餐，你总是默默抢着买单；逢年过节，你也是挨家挨户的送礼。你觉得自己做人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每一个人，可最后呢，好处全被那些嘴巴甜、心肠狠、到处会钻营的人给占尽了。在职场上更是如此，你默默打拼了10几年，疯狂加班，从来不抱怨，最苦最累的活全是你在干，出了问题黑锅却全是你在背。可到了升职加薪的关键时刻，功劳却被那些会邀功、爱表现的小人给一把抢走。你看着他们站在台上领奖，自己在台下跟着鼓掌，心里真的像吞了苍蝇一样难受。在生活里，面对别人的排挤、算计，甚至明目张胆地占你便宜，你当下总是涨红了脸，脑子里一片空白，半句话也憋不出来。等事情都过了，你才猛然反应过来，当时到底该怎么反击。到了半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白天吃亏的场景重演了100遍。你在脑海里想出了无数句完美的反击，如果当时我这样回嘴，绝对让他下不了台。你越想越气，越气越想，恨不得时光倒流，回到现场重新来过。你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那么没用，为什么当时就退缩了，为什么连撕破脸的勇气都没有。你觉得自己活得像个失败者，像个软柿子，谁想捏就能捏。这份精神内耗真的比你白天受的气还要让人疲惫，它让你失眠，让你焦虑，让你怀疑自己到底为什么活得这么窝囊。但是如果你也正现在觉得自己懦弱无能的痛苦中，如果你每次吃亏后都在深夜里疯狂折磨自己，那么今天请你立刻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自我攻击，并且务必把接下来的话听完。世俗的价值观总是告诉我们，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他教你必须长出獠牙，必须睚眦必报，必须学会强力反击，否则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活该在社会上被人欺负。但是在浩瀚的佛法因果实相中，你那种不争不抢，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跟别人撕破脸的本能，根本不是什么性格缺陷，更不是懦弱无能，那是你灵魂深处生生世世修来的一种极高的保护力，那是你累生累劫积累的善根，在这一世显化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你以为你失去了利益，你以为你吃了亏，错了，大错特错。在宇宙的能量守恒定律中，那些占你便宜、算计你的人，正在疯狂地把他们命中最珍贵的福报转移到你的账户上，同时把你命里本该承受的灾祸大包小包的全部带走。今天我们就用佛家最锋利的因果智慧，彻底揭开吃亏背后的惊天大秘密，让你看清楚那些被你硬生生咽下去的委屈，最后到底变成了什么。为什么老话常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吃亏是福，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这只是用来安慰弱者的阿 Q 精神，是无可奈何时的自我安慰。你吃了亏，别人拍拍你的肩膀说吃亏是福，你心里想的肯定是福什么福，我宁愿不要这个福，你把便宜还给我。但在佛法的法界维度里，这根本不是一句安慰的话，这是一道极其严密的物理学公式，是宇宙运行的根本法则。在这个宇宙中，福报和业障的总量是守恒的。什么叫守恒？就是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就像能量一样，它只是转化了形态，但总量永远不变。当一个人用狡诈、欺骗、
霸道的手段占了你的便宜。无论是骗了你的钱，抢了你的功劳，还是占了你的位置，在我们这个三维的物理世界里，你确实失去了钱，少了功劳，没了位置，这是肉眼可见的损失。但是在佛教所说的第80阿赖耶识，也就是那本记录你生生世世善恶的宇宙大账本里，在那个你看不见的法界维度中，正发生着一场惊心动魄的业力转移。他每多占你一分便宜，他的福报金库里就有一大笔功德被宇宙强制划拨到了你的名下。这就像银行的自动转账一样，一键操作，不可撤销。不仅如此，还有更惊人的交易在后面。你命中本该承受的疾病、灾祸、意外，甚至是寿命的折损，也会作为代价，顺着因果的通道，悄无声息地转移到那个占你便宜的人身上。他在抢你钱的同时，也把你的病给接过去了。他在占你便宜的同时，也把你的灾给背过去了。他在欺负你的同时，也在替你挡枪。这就是宇宙最精密的能量结算系统，这就是因果法则最公平的体现。你以为你输了，不，你赢了，赢得彻彻底底。他以为他赢了，不，他输了，输得倾家荡产。现在我们来回答那个困扰你多年的问题：你为什么总是本能地选择退让？你总觉得自己是胆小，是懦弱，是不敢反击。你恨自己这张笨嘴，恨自己关键时刻出包。但你有没有想过另一种可能？你那根本不是胆小，那是你高频的灵魂在潜意识里察觉到了对方身上极其低频、极其肮脏的磁场。你的灵魂在保护你，不让你去沾染那些脏东西。狗咬了你一口，你为什么不趴下去咬狗一口？因为你不想惹一嘴毛，不想沾一嘴细菌。同样的道理，你不去跟小人争斗，是因为你的灵魂在帮你隔绝厄运。你主动关上了与低维众生纠缠的大门，你不跟他们计较，不跟他们撕扯，不跟他们陷入无休止的恩怨回圈。这在佛法中叫做出离心的初步显化。你那看似懦弱的沉默，其实是你灵魂在为你打造一间极其珍贵的无菌室，让你远离那些消耗性的负面能量场。所以从今天起，不要再为自己的退让而感到羞耻了。那不是软弱，那是你灵魂的自我保护机制正在生效。为了让大家彻底看清吃亏背后的惊天因果，为了让你知道忍辱到底能为生命带来多大的福报，我们必须走进一个发生在日本江户时代的真实公案。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日本禅宗史上极具盛名、德高望重的高僧白隐禅师。白隐禅师住在乡下的一座小寺庙里，他生活简朴，说法度众，深受当地百姓的尊敬与爱戴。无论男女老少，在路上只要见到他，都会恭敬地合掌问讯。那时的他是所有人精神的依靠。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镇上有一户富商，家中有一位尚未出嫁的年轻女儿。有一天，父母震惊地发现，这个女儿竟然怀孕了。在那个保守的年代，未婚怀孕是天大的丑闻，足以让整个家族在地方上抬不起头。富商勃然大怒，把女儿叫到跟前，气急败坏地逼问她：那个野男人是谁？到底是你跟谁干的好事？女儿又羞又怕，但她死活都不肯说出真正的地下情人，因为那个男人只是市集里一个卖鱼的小贩。她怕说出来会让父母更加愤怒，甚至危及情人的性命。在极度的恐惧和慌乱中，她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身影，那个从不与人争执、永远慈眉善目的白隐禅师。为了保护真正的情人，他竟然昧着良心，随口诬陷说孩子的父亲是白隐禅师。这句话就像一颗核弹在富商家里炸开了。富商气得浑身发抖，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一直无比尊敬的高僧，竟然是个披着袈裟的禽兽。几个月后，孩子一出生，富商便抄起襁褓中的婴儿，带着一帮家丁，怒气冲冲地杀进了寺庙。那一天，全镇的人都跑来围观了。富商站在寺庙门口，当着所有人的面，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白隐禅师。他骂他是伪君子、臭和尚、披着人皮的畜生，什么话难听他就骂什么。接着他把那个还在哭闹的婴儿一把粗暴地塞进白隐禅师的怀里，咆哮着吼道：这就是你造的孽，你的孽种，你自己养。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大家窃窃私语，指指点点。那些曾经尊敬禅师的人，此刻眼神里全充满了怀疑、鄙夷和掩饰不住的厌恶。面对这种足以毁掉一生清誉的泼天屈辱，白隐禅师的脸上没有一丝惊慌，也没有一丝委屈。在法眼看来，没有那个诬陷他的女子，也没有那个暴怒的富商，这一切不过是累劫业力在今生的一场幻化。他只是平静地接过那个哭闹的婴儿，轻轻地安抚着，然后看着暴跳如雷的富商，淡淡地说了一句：是这样吗？就这一句，没有辩解，没有发怒，没有追问，更没有反击。他接受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婴儿，接受了这盆泼天的脏水，接受了身败名裂的命运。从此以后，白隐禅师名誉扫地，被所有人唾弃。曾经对他毕恭毕敬的乡亲，现在见到他就绕路走。曾经向他求法的信徒，现在甚至会往他身上吐口水。他不仅没有饭吃，没有人供养，还要抱着婴儿挨家挨户地去化缘讨奶水喝。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一个穿着破旧袈裟的老和尚，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走街串巷，低声下气地求人家给点奶水。人家不仅不给，还要指着他的鼻子骂：你这个不要脸的假和尚，还有脸出来见人。他遭受着无数的白眼、嘲笑、辱骂，甚至被殴打。有时候顽皮的小孩会朝他扔石头，大人在旁边也不阻止，反而看着笑话。这样的日子他过了整整1年。在这1年里，那个诬陷他的姑娘每天看着白隐禅师抱着自己的孩子，替自己受辱，替自己受苦，替自己挨骂。他的内心像被烈火煎熬一样。他无数次想说出真相，可话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他怕说出来后自己会身败名裂，会连累家人。可是良心这种东西，越压只会越沉重。1年下来，他整个人都快崩溃了。终于有一天，他再也承受不住了。他跪在父母面前，泪流满面地说出了真相。孩子的父亲根本不是白隐禅师，是市集上的那个鱼贩。我冤枉了他。富商听完，犹如晴天霹雳。他想起这1年来自己对白隐禅师的那些辱骂，那些污蔑，那些伤害，他恨不得狠狠抽自己几个耳光。富商带着全镇的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寺庙，所有人扑通一声跪在白隐禅师面前。富商更是把头磕得如捣蒜一般，痛哭流涕地忏悔：禅师，我们错了，我们冤枉了您1年，求您原谅我们，求您把孩子还给我们。所有人都在等着看禅师会如何发泄这1年的委屈。他们以为禅师至少会骂他们几句，至少会让他们多跪一会儿，至少会表现出一点点的愤怒和委屈吧。可是白隐禅师依然是那副平静的样子，脸上没有一丝波澜。他看着跪了一地的人，看着那个哭成泪人的姑娘，看着曾经对他扔石头的村民，他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把那个养得白白胖胖的婴儿轻轻放回姑娘的怀里。然后他又说了那句1年前说过的话：是这样吗？说完，他转身走回寺庙，继续他的修行。庞佛这1年来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各位朋友，各位同修，你们听懂这个故事背后那惊天动地的因果运作了吗？在白隐禅师背负着泼天屈辱的那一年里，全镇人对他的辱骂、唾弃、欺凌形成了一股极其庞大的负面能量。这股能量如果换作是一个普通人，早就被压垮了，会愤怒，会报复，会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但是因为白隐禅师的如如不动，因为他修持的忍辱波罗蜜，这股能量不仅没有伤害到他，反而全部转化成了无上的功德。那些骂他的人，朝他扔石头的人，往他身上吐口水的人，全都在帮他消业障，全都在疯狂地给他的福报账户里储值。而那个诬陷他的女子和暴怒的富商，差点因为造下谤僧的极重恶业而堕入深渊。如果不是最后关头良心发现，忏悔补救，他们这一生甚至未来几世的福报都会被这场诬陷彻底消耗殆尽。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实中，你失去的那点钱财，受的那一点点委屈，跟白隐禅师相比，算得了什么呢？那个骗你钱的人，算计你的人，抢你功劳的人，他拿走的只是眼前的蝇头小利，但是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付出的是他，甚至是他的子孙后代累世积累下来的福德。他用他命里的健康、平安、长寿和好运来换你这点碎银子。你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好委屈的？你明明就是这场因果交易里最大的赢家啊！这时候很多人心里一定会说，老师，我也忍了啊，但我忍得好憋屈，我都快得忧郁症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因为你是用凡夫的我执在忍，你心里还有怨气，你还在计较得失。你虽然表面上退让了，没有发脾气，可是你心里一直在骂，一直在恨，一直在期待对方哪天走在路上遭报应。这种忍不是真正的忍，这是压抑，这是内耗，这是会把自己活生生憋出病来的毒药。佛陀在《金刚经》里教导我们的是忍辱波罗蜜。波罗蜜是什么意思？是到彼岸，是解脱，是彻底的超越。真正的忍辱从来不是强行把怒火压在肚子里，不是憋着一口气假装自己很大度，而是你站到了一个高维的视角，清清楚楚地看着这一切因果是如何运作的。你清清楚楚地看着对方是如何在因果的账本上把他自己的福报一笔一笔地划拨给你的。你清清楚楚地看着他每占你一分便宜，他命里的健康、平安、长寿就少了一分。你清清楚楚地看着他每欺负你一次，他未来的福缘就被狠狠砍掉了一大块。当你站在这个极高的视角上俯瞰这一切的时候，你还会生气吗？你还会觉得憋屈吗？你还会深夜失眠内耗吗？你只会在心里微微一笑，轻轻地说一句，好，我可都收下了，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当你有了这种高维的智慧与悲悯心，你的精神内耗瞬间就消失了。因为你明白了，你根本不是在忍，你是在看着一场交易完美结账。你也不是在吃亏，你是在实打实地接收转账。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因果运作的真相，但很多人可能还是会觉得，老师，道理我都懂，可是事情发生的当下，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啊，我该怎么办？别担心，佛法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理论，佛法是可以在生活中落地的。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3个非常简单，只要你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跟着做的微修行练习。当你下次又觉得自己吃亏、受委屈，想要疯狂内耗的时候，请立刻拿出这份清单。第一个练习，睡前3分钟的业力结账观想。我们前面说过，最折磨人的往往不是吃亏的当下，而是夜深人静时，你在脑海里反复重演白天的委屈。从今天起，
当你躺在床上，脑子里又开始放电影，又开始生气的时候，请你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在脑海里把你想象成一间宇宙银行的老板，而那个白天欺负你、占你便宜的人正站在柜台前。你想象他的头上有一道金色的光芒，那是他的福报、健康和好运。接着你在心里默念一句话：因果结账，业力转移。然后你观想那道金色的光芒化作一串串闪亮的金币，全部转账到了你的户头里。最后在心里对他说一句：款项已收妥，谢谢你的赞助。做完这个观想，你会发现原本堵在胸口的那口气瞬间就散了。你不是带着委屈睡着的，你是带着又赚了一笔福报的踏实感，安稳入睡。第二个练习，1秒切断纠缠的言语结界。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那些不讲理、爱占便宜的人，当下如果跟他们吵，等于是把自己拉低到他们的频率，弄得一身腥。如果不吵，心里又很难受。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你只需要在心里或者小声地对自己念一句转念口诀：你的业力你自己背，我的福报我收下。这句话就是一道最强大的言语结界。当你念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在因果的账本上按下了停止更新的按键。你不再与这个低频的世界产生新的业力纠缠，你不欠新的债，也不收新的账，你只是静静地看着旧账被一笔笔勾销。这就是你从红尘的泥潭里拔出腿来的关键一步。第3个练习，准备一本专属的吃亏存梗。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心理暗示法。你可以去文具店买一本小笔记本，或者直接用手机的备忘录，在封面上写下4个字：福报存省。以后只要你在生活中吃了亏，不管是同事抢了你的功劳，亲戚占了你的便宜，还是出门被别人无端骂了一句，不要抱怨，立刻打开这本存款，把它当作一笔存款记录下来。比如你可以这样写：某年某月某日，同事小李把我的企划案据为己有，今天存入未来职场的顺遂与贵人运一笔。当你把吃亏具体化成存款的那一刻，你的大脑回路就被彻底改变了。你看着存档里面的记录越来越多，你不但不会难过，反而会有一种无比富足的感觉，因为你很清楚，这些看似失去的东西全都在法界维度里转化成了你未来晚年无病无灾的健康，儿女的孝顺懂事，以及内心无比的宁静。这3个微小的行动每天练习，不用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磁场完全变了。你不再是那个容易受伤的软柿子，而是一个拥有极高智慧，能够冷眼旁观业力流转的觉悟者。现在我们再来思考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老天爷不让你长出一张伶牙俐齿的嘴？为什么老天爷不让你变得心机深重、八面玲珑？因为如果你变了，你就不是你了。如果你也变得睚眦必报，如果你也变得工于心计、锱铢必较，你就会彻底卷入这红尘的绞肉机里，陷入你坑我，我报复你，他在算计他的恶性循环。这一生你就会在这个泥沼里滚来滚去，永远也出不来。所以永远不要为自己的善良和退让感到羞耻。在这浑浊的娑婆世界里，你的那份不争不抢，是你灵魂深处最高贵的舍利子。诸位同修，那些吃过的亏、受过的骗、咽下的委屈，宇宙一分一毫都没有算错，它们没有消失，它们也没有白费，它们正在你的生命深处静静地发酵，慢慢地酝酿着一股惊天动地的大福报。这股福报可能不会马上变成钞票让你一夜暴富，但它会变成什么呢？它会变成你晚年无病无灾的健康，让你不用躺在病床上受罪。
它会变成你儿女的孝顺与懂事，让你老有所依。它会变成你内心的绝对宁静，让你无论遇到什么风浪都能安之若素。它更会变成你100年之后的那份坦然，让你没有恐惧，没有牵挂，笑着离开。在不久的将来，这股福报必将以10倍、100倍的方式完完整整的补偿给你。所以从今天起，永远不要再在深夜里痛恨自己的软弱了，永远不要再跟那些小人计较了，让他们去争吧，让他们去抢吧，让他们去算计吧。你只需要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们表演，因为你心里无比清楚，他们争走的是他们的业，你失去的也是即将消散的劫，而你真正得到的福报，他们看不见，也永远拿不走。此刻，如果你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意难平，如果你已经看透了这宇宙间最绝妙的业力转移真相，如果你决定从今天起不再内耗，不再委屈，坦然且欢喜地接受生命中的每一次吃亏，那么现在请你双手合十，在留言区无比欢喜、无比释然地留下这4个字：吃亏积福。这不仅仅是一条留言，这是你在浩瀚的宇宙中为自己立下的一道清净结界。当你打下这4个字的那一刻，那些曾经占你便宜的小人将彻底带走你的灾祸，而他们留下的福德将如滔滔江水一般瞬间注满你的生命。请按赞并分享这支影片，给身边那些同样因为太善良而受尽委屈的朋友，让我们在这喧嚣的世界里修得如如不动，厚德载物。祝您60吉祥，大吉大利，我们下期再见。